失去了爱情的男人，只有靠着荒野求生来麻木自己。不仅徒手制造了大量的土砖，还利用这些土砖打造出了属于他自己的荒野别墅。而通过这一段的野外生存生活，男人也逐渐的走出了爱情的坟墓。建造房屋的同时，也烧制出了不少的骨陶器，甚至利用土陶器当盆搞起了菜篮子工程。吃上了荒野大烧烤至兔兔好可耐，以及是兄弟就要一条新的川心烤蚂蚱，甚至就连小零食都是红得发紫的仙人桃等等，可以说是在这荒山野岭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宁静生活。不过建造好荒野豪宅的阿德即将迎来最大的考验，那便是寒冬将至。临近冬季，食物储备充足的阿德决定干一票大的。毕竟之前利用龙舌兰纤维以及仙人掌打造的钓鱼神器，仅仅只是钓了个寂寞。来到这片天地的他，还从未吃上过鱼肉。想到之前直接打造的豆荚收集神器，阿德决定将制作方法升级，打造一个属于空军德的捕鱼神器。秋末初冬的季节，这种细长的木条在山上还是很好采集的，将它们排列整齐后交叉的捆绑在一起，最后再卷成一个圆形即可。不过这活也不是个轻松活，阿德时不时的还要回到他的豪宅之中补充点卡哇伊，查看壁炉内的浆果茶烹煮的怎么样。毕竟这种浆果茶有着提神醒脑的极佳功效，美美的喝上几大口，那效果不亚于有猫屎的咖啡。这让阿德干起活来那叫一个头脑清醒，不一会功夫就将木条压得给的叫了起来。这部分框架的活可以说是整个捕鱼神器中最大的部分，它是装鱼的鱼笼位置，容不得半点马虎，否则鱼跑了就可惜了。当然，鱼笼的进口处还必须打造一个有进无出的口子，这对于阿德来说可谓是张飞吃豆芽，小菜一碟。说白了，进口装置就好比是缩小版的鱼笼主体。不过阿德还没意识到，似乎有碗那般大小的进口将会给他带去多大的麻烦。当然，抛开进口不说，空军德打造的这鱼笼还是很不错的，花费了1天的时间才打造出了捕鱼神器。空军德今儿便迫不及待的想要尝试一番，一大早就出发的他，行走了1个多小时才来到了溪流较深的区域。之前他在这里可是发现有不少的小鱼，脱下鹿皮衣的帅气德，准备先用自己健硕的身子吸引一下鱼群的到来，随后才挽起裤脚，缓缓地走入到河中去。冬天的水虽然有烈日的照射，但是依旧十分的扎骨头，这让空军德不由得加快了安放陷阱的速度。毕竟要是在这里生病的话，可是很危险的，哪怕只是小小的感冒。等待的时间，空军德还专门看了看深水区域，在这里他之前可是见过不少的鱼群，如今却是空空如也。随着时间的流失，1个半小时后，空军德回来提起了他的捕鱼神器，可惜夏日的鱼群早已不在，笼内空空如也。当然，空军德没意识到这里即便有鱼市，几乎都是5厘米左右的小鱼，他这碗口大的笼子，有鱼也可以跑出去的。寒冬来临秦前，想要吃上美美的鱼肉，给自己贴点标的阿德失了败。好在整个冬季已经过去了1大半，都没有遇见大雪来袭，这也让阿德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继续的制造着土砖，甚至已经将这个土坑挖到了眼前的这般大小。毕竟阿德计划在冬季过完之后，将整个豪宅再加高1米，这可不是小工程，所需土砖的数量自是不小的。然而老天似乎和阿德开起了玩笑，天空中竟然飘起了小雪花，一时间阿德不由得忙碌了起来，开始将晾晒好的砖块些搬到屋内，以避免被风雪侵湿。不得不说，老天的脸是说变就变啊，打了阿德一个措手不及。不过阿德也算是准备比较充足，除了食物外，还提前收集了大量的木材。屋内的小壁炉外有着围绕着房屋的一整圈管道，不仅排烟，更是让热量将小屋包裹了起来。而且阿德还利用土砖挡在了门口，这样也能有效地减少热量的损失。外面的风雪是越下越大，慢慢的，地面之上已经铺起了一层雪颗粒。阿德出来查看了一番，顺便还美美的吃上了好几口雪花，并且收集了一些完整的松树皮，再在下面加上一个烧制的大碗后，那便是他的化水神器了。不得不说，阿德的小脑瓜就是聪明啊！虽然屋顶上还有一些小漏洞，但是在阿德强大的火炉屋内那都不叫事，反而是让通风更好了。毕竟太过密闭的话，烧炭是很容易中毒狗带了。有了食物，有了温度，阿德的内心便宁静了起来。这一刻，他看着眼前的砖块，内心极其平静，四周似乎也没有了风雪的声音。阿德小心翼翼地将挡在洞口的土砖挪开一部分，随后拿起了自制的火炬，点燃之后向外面看了看去。此时大雪似乎已经停了下来，这让阿德欣喜不已。毕竟大雪要是连夜不断的下的话，那可是极其危险的。次日天逐渐的亮了起来，阿德拆开土砖向外望去，外面几乎是一片白蒙蒙的冰雪世界。阿德感慨着昨夜下的大雪可是不小，幸运的是大雪的持续时间不长，想着今夜万一继续下雪的情况，阿德又外出搜寻起了一些木材。毕竟现如今能够保证他度过寒夜的，那便是热量，而壁炉内的热量全都是来自于干燥的木材。未雨绸缪向来是阿德不可或缺的品质。之后阿德又查看了一番荒野豪宅的情况，
大雪虽然大，直接给屋顶戴上了一顶白帽子，但是荒野豪宅就像阿德一般坚挺，扛住了风雪的侵袭，成为了阿德坚实的庇护所。大雪的来临虽然是挑战，但是也是机遇。阿德可以随处收集到厚实且干净的雪花，融化之后那便是干净又卫生的饮用水了。在罐子里的雪看起来有些像是冰淇淋一般，阿德还忍不住地尝了2口，不过有些过于冰凉，在利用壁炉的一番热度加持下，化作雪水，喝起来味道就好多了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大雪开始融化了起来，没有新的雪花飘落，这对于阿德来说可是一个极好的消息。果不其然，随后的几天里，大雪去无踪，而且温度也开始有了一定的回暖。1个月后，天气慢慢的热了起来，四周的植被以及花朵都开了起来。阿德的心情也是无比之好，心中早已没有了爱情的伤痛，吃起带着苦味的野菜之时，那也是额外的感觉到了甜蜜。要知道这种植物有点像我们的牛儿黄，味道可是苦的，阿德竟然吃出了甜味。不得不说，荒野生存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扛得住的。这段时间里，阿德又开始了他的造砖生活，毕竟让荒野别墅高大上起来，不仅外观更加宏伟，同时住起来也要舒服上很多。不过这一切的前提，那都是阿德得有充足的砖块用来加高墙壁，为此造砖的可以说是费心费力。另外，阿德还收集了大量的松树皮。整个寒冬让他明白了一件事：荒野别墅缺了一道方便开关的大门，每一次都挪动砖块会消耗他大量的能量，这可是很不划算的。因此，阿德决定给别墅打造一道豪华大门。阿德利用木条将厚实且柔软的长松树皮整齐地夹在里面，再利用龙舌兰纤维制作的绳子绑扎好木棒。当然，大门还是比较长的。机智的阿德还采取了先制作2道短门，最后再将它们拼接在一起的做法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操作方法那叫一个牛掰啊！就这样，历经3个小时的时间，一道松树皮大门便轻松地被手工德给打造了出来。在将大门和门洞比划了一番之后，细节德还将树皮门边缘多余的树皮给整齐地去除掉，让大门看起来更加的美观。最后才将其给稳妥地安放到了门洞后方。看看这般的严丝合缝，不得不说手工德在手工活上，那是3套衣服扔2套，还是有一套的。不知不觉中，阿德在这里又过了几个月，土坑在他那无坚不摧的辣手下，那是越来越大了。这意味着土砖也是越来越多。制作土砖的时候，阿德时不时的还在收取着细细的泥土，看样子他又要烧制出一些陶器了。对于制作陶器工艺早就了然于心的陶器德，干起活来一点都不含糊，捏起泥巴来那叫一个手到擒来。不一会的功夫，靠着层层加码的方法，便制作出了一个底部有着孔洞的小罐子。而后的他如法炮制，接连着就制作出了好几个有漏洞的罐子。好家伙，阿德这家伙该不会是准备烧制几个花盆吧？或者说是洗澡盆吗？说实话，对于阿德那天马行空般的想法，一般人是难以揣摩的，也就只得由着阿德在这荒郊野外胡搞瞎搞。而且这一次，阿德似乎还准备一起烧制几大块正方形的陶片。烧陶的窑洞还是这个熟悉的大坑，不一会的功夫就被阿德加上了木材。随着阿德几口堪比沼气的口气没入到火坑之中后，大火便燃烧了起来。趁着烧陶的功夫，阿德又拿出了18厘米长的木棍，准备磨出一道锋利的端口，这样在日后用来挖野菜会方便不少，同时也可以用作防身。休息的时候，阿德还不讲武德的对着还未成年的酸浆果下起了口，那滋味叫一个酸爽啊！不过对于一个寒冬没有吃到新鲜水果的阿德来说，这味道还是极其诱人的。忍不住的他可以说是化身成为了沙漠里的骆驼，对着这些嫩果酒给的吃了起来，那叫一个好不惬意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阿德烧制的陶器也到了该取出来的时候了。阿德先是收取上面的方砖，几块方形的陶器看起来似乎实现了3/4，总体上还算不错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些方砖将会是阿德的床垫。而后阿德开始收取剩下的几个罐子，看着罐子的外观没有一个是破损的，这成功率可就很高了，无一失败。有一说一，陶器德这一手烧陶功夫那真是没得说呀。不过用这些有漏洞的罐子当做餐具的话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仔细看看，还别说，这些陶罐子真是类似于花盆，因为阿德要用它们当菜盆，种植他百宝箱深处藏着的蔬菜种子，似乎是玉米、南瓜和大豆。一边种植种子时，阿德还不由得唱起了小苹果。春天种下了种子，秋天收获一堆美女。好家伙，被爱伤透了的痴情德没了，现如今是要出现一个花心德吗？和稀泥的阿德玩了一会泥巴之后，便将玉米和南瓜等种子种入到了罐子之中。这将是他目前为止最大的希望，毕竟能够在荒野吃上美美的蔬菜，谁不想呢？随后的日子里，空军德又开启了日思夜想的捕鱼之旅。毕竟天气也已经热了起来了，河中可以看到了鱼儿游动的身影。那么这一次，阿德能否捕获到鱼儿，美美的吃上一顿鱼肉呢？而他种植的南瓜、玉米等农作物能否实现开花结果，走完属于他们的一生呢？不要急，阿德的荒野求生第2季下集，一起见证吧。